小李本身胃不太好，经常会食欲不振，吃不下东西。听说吃李子可以开胃，于是在空腹状态下一口气吃掉了近30个李子。吃完没多久就出现了严重的胃胀、恶心和腹泻，去医院就诊后才知道都是李子惹的祸。大家好，我是老张，这期视频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日常水果怎么吃才更有益健康。下面您将了解到，胃不好的人少吃这4种水果，医生从不碰的3种水果已被列入致癌名单。关于吃水果的几个常见迷思解惑。水果是身体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的重要渠道，但本身胃不好的人吃水果却需要慎重。这4种最好少吃。李子酸酸甜甜的很开胃，但其内里含有丰富的植物酸和单宁物质，摄入过量容易导致胃肠道不适，特别是一些本身罹患胃炎、胃溃疡的人群，摄入李子容易加重自身的不适感。鲜枣是个维生素 C 很丰富的食物，但它水分较少且表皮坚硬，进入体内后比较难消化。对于本身胃不好的人而言，无疑是在雪上加霜，会导致本身的胃部不适越来越严重。山楂内含有的果酸含量较高，短时间内摄入过量会给胃黏膜带来刺激，容易诱发胃炎、胃溃疡发生。且山楂内还含有丰富的鞣酸，会和体内的蛋白质形成鞣酸蛋白，容易形成胃食。大量胃食在胃部堆积，容易诱发胃痛、恶心、呕吐症状。柿子是个鞣酸含量较高的水果，日常不建议在空腹状态下食用，尤其未成熟或未脱色的柿子，本身胃不好的人群长期大量食用很容易形成胃食。另外，吃柿子的时候要避开高蛋白的食物，避免鞣酸与蛋白质结合形成结石。关于水果的传言有许多，甚至有人说一些水果被医生拉入了黑名单，因为会致癌。这个说法可信吗？1. 催熟的香蕉。传言称，现在市面上售卖的香蕉都是经过催熟的，长期摄入会致癌。事实上，香蕉在采摘的时候的确未完全成熟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更方便储存、运输。香蕉完全成熟后很容易烂掉。当香蕉到达目的地后，会使用乙烯利对香蕉进行催熟，这是一种很安全且常用的植物生长调节剂，并不会影响健康。且香蕉在自然成熟的过程中本身就会产生乙烯利，其作用也是加速成熟。整个催熟的过程并不会生成有害物质，自然也不会致癌。2. 打蜡的苹果。一些人在日常用刀子刮苹果的表皮会发现有一层蜡存在，这层蜡是否会威胁健康呢？苹果在正常生长的过程中本身就会分泌脂类成分果蜡，目的是为了防止农药和微生物入侵苹果内部。除了苹果自身分泌的果蜡外，果农为了预防苹果表皮起皱、水分流失，也可能会在表皮打蜡。这层蜡就是人工添加的食用蜡。打蜡其实是苹果生产、运输过程中的正规操作。我国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中规定可以在新鲜水果表面打蜡。科县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阮光峰表示，只要是正规的打蜡，就不会给健康带来威胁，无需过多担心。3. 东北的冰冻水果。有传言称，水果在受冻后会产生亚硝酸盐，而亚硝酸盐进入体内后容易生成致癌物亚硝胺，这个说法可信吗？当然不可信。亚硝酸盐的产生需要硝酸盐为原材料，
继而在细菌代谢下转换而来。而水果内本身含有的硝酸盐含量很低，其在冰冻条件下也不会有细菌产生。无论是原材料还是因条件，都不符合亚硝酸盐的生长条件。这个说法自然也就不攻自破了。水果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食物之一。关于吃水果这件事，其实也存在不少的误区。一、糖尿病人能吃水果吗？当然能吃，但糖尿病患者吃水果要注意在血糖控制稳定的前提下，且吃水果的同时还需要注意适当减少主食的量，尽量选择一些升糖指数低的水果，如草莓、蓝莓、苹果都是不错的选择。二、为保证营养吸收，应先吃水果再吃饭。网络上的说法是吃完饭吃水果，正餐会把水果挡在上方，等轮到水果消化的时候，营养已经都流失了，所以应该先吃水果再吃饭。这个说法其实并没有科学依据。水果内的主要成分是水分，还有部分维生素、矿物质以及碳水化合物。这些营养成分的吸收消化和是否吃正餐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。无论是餐前还是餐后吃水果都是可以的，主要是根据个人习惯来选择。三、反季水果危害健康，不能吃。现阶段的农业技术越来越发达，很多时候在反季节也能吃到新鲜水果，但很多人认为这是因为添加了大量的保鲜剂、食品添加剂等所致，摄入反季节水果对健康不利。事实上，只要是符合国家标准的添加剂，在规定量的使用下，食用后不会给健康带来额外的威胁。四、水果加热吃一样有营养。冬季气温低，有些人会把水果加热后食用，也有人觉得水果加热后营养就流失了。其实，水果加热后营养流失并不多，水果生吃熟吃都有营养，可以根据个人喜好选择吃法。不少人担心水果加热后营养流失，其实流失的部分主要是维生素，特别是不耐热的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B1， 但损失率并不高。蛋白质、碳水化合物、矿物质、膳食纤维、抗氧化物质等营养成分几乎不会受到加热的影响。水果在加热后，可溶性糖含量增加，质地变软，其中的纤维得到软化，蛋白酶被破坏，对消化功能弱的人来说更适合。感谢您收看我的视频，智慧养生，我是老张，祝大家都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、快乐常伴。下期我们不见不散。